香港年輕人置業上車困難重重，係因為香港嘅樓價極高，導致首期門檻難以承受。即使做高成數按揭，年輕人仍然要面對巨額嘅按揭供款，令財政嘅壓力增加。除此之外，香港嘅人工遠遠追唔上樓價，甚至係香港嘅中產人士置業都要不吃不喝儲20至24年先可以買到樓。所以年輕人更加唔使諗，上車置業幾乎係一個難以實現嘅夢想。而家樓價下跌只不過係反映實際嘅基本面，大眾仍然冇能力去負擔，所以一定仲有排跌。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其實多數嘅評論都會講兩樣嘢，就係樓價貴同埋人工低。咁個重點就嚟啦，點解個樓價貴就係年輕人買唔到樓嘅原因？佢哋有冇同年輕人講過有咩方法買樓，而唔係單純用佢自己覺得貴同埋計幾多年不吃不喝呢？不過可惜嘅係，學校係根本冇教過我哋點樣去衡量乜嘢叫平或者貴，甚至而家有啲大學教授走出嚟話俾你聽，而家樓價仲有排跌，因為佢都覺得貴，所以叫你去排公屋。但呢啲又係咪事實嘅全部呢？我相信各位觀眾聽我把聲都唔會覺得我係一個比較年長嘅人，亦會收到有觀眾話我太年輕，唔知道世途險惡。但好抱歉嘅係，我認識唔同年代層次分別買到樓同買唔到樓嘅人，根據佢哋嘅分享，我哋先作出最後儲錢上車嘅決定。最後我哋以收入遠低於入息中位數嘅條件之下，成為咗喺我哋年代入面買到樓嘅人。其實呢啲只係認知嘅差別。如果你都想了解買樓嘅最真實一面，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去了解完整嘅內容。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你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其實我認為近10多年嚟，大眾都認為樓價好貴，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媒體嘅責任，因為佢哋經常都會講香港樓價係要幾多年不吃不喝先可以買到樓。一般嘅人見到呢個數字就會選擇放棄，然後喺網上嘅討論區，甚至係媒體上有啲教授話俾人哋聽，放棄買樓去排公屋先係明智。不過大家睇事物嘅角度唔同，如果你純粹用支出嘅角度去睇嘅話係冇錯㗎，排到公屋的確係好過買樓嘅，因為公屋係政府嘅福利嚟，租金啊夠晒平。但係呢個世界係咪淨係得支出呢？仲要我講緊嘅係排到公屋，咁排緊公屋嘅時候又點算呢？因為對任何一個投資者嚟講，時間先係最寶貴嘅。根據最新嘅網上資料顯示，就話公屋嘅平均輪候時間係5.3年。不過我相信各位觀眾有實際經驗，都唔會好相信呢個數字㗎啦。等待時間實際上比呢個數字長嘅人大有人在。不過花時間等就得。係唔係聽落好似好唔錯咁呢？畢竟揀公屋嘅人上樓之後永遠都可以交平租，所以我先講純以支出概念去衡量嘅話係正確。但係你申請公屋嘅時候係唔可以增加你嘅入息，否則你就會失去資格。不過你想選擇買樓，反而係要不斷咁增加你嘅入息，否則你係會借唔到按揭。除此之外，買樓係有個資產淨值喺度，供樓亦只係一個減債嘅行為。但係公屋租金係一個單純嘅支出，所以收入同累積財富方面就喺呢一刻已經分開咗兩條路，亦代表由選擇去排公屋或者去選擇買樓嗰一刻，已經決定咗你未來財富嘅去向。所以由選擇提高收入定維持收入水平呢一刻開始，已經將兩類人分開咗。所以最後剩翻願意提高收入嘅人會選擇去買樓，因為較低收入嘅人係可以符合公營房屋嘅資格，佢哋根本都唔需要買樓。所以媒體成日用到20幾年不吃不喝先可以喺香港買到樓係一個完全唔到嘅講法。首先買樓嘅係比較高收入嘅人士，而呢度所謂嘅不吃不喝只係用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收入中位數，亦代表選擇享用公營房屋福利嘅人全部都要計晒入去做收入比率。然後樓價係要用樓價中位數，而唔係上車盤，即係呢個數字不但計埋低收入水平嘅人，仲要去呼批一啲比較貴嘅單位，而唔係講實際上唔能夠享用公營房屋嘅族群點樣去買樓上車。所以你聽完都唔會覺得合理㗎。
其實網上都有好多評論，佢講呢個計法係有問題，我就唔慢慢喺度再討論啦。不過喺度再同大家講一個小秘密，就係之前每年都會見到幾多年不吃不喝先可以買到樓嘅新聞，喺2025年係消失咗㗎。咁我拎翻同一個數據，喺今年香港已經係14.4倍，即係講緊計埋低收入人士嘅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數，只需要14.4年就可以敷起一間質素都幾好嘅單位啦。可能今年啲記者見到呢筆數15都唔夠，所以今年我都冇見過任何一份報章再用呢筆數嚟講，所以我就喺 YouTube 呢度同大家分享下啦。其實而家講緊要面對買樓嘅年輕人係講35歲以下，即係代表90後就係買樓嘅年輕族群。但你諗下幾十年前買到樓嘅人，其實係唔係又面對緊同一樣嘅問題呢？成日有人講以前買樓幾十萬好輕鬆，但係又有冇人思考過當時嘅人工同埋利率係幾多呢？唔知點揾都好簡單，就係問翻你哋嘅父母，同埋一啲你父母輩買到樓或者買唔到樓嘅人，問佢哋當時做咩買樓或者唔買樓就會知道啦。咁我又真係問過呢兩類人。咁首先就係我自己嘅父母，佢哋係藍領階層，佢哋嘅收入唔高，所以佢哋選擇去排公屋。但係住咗咁多年都累積唔到好大嘅財富，但係至少佢哋嘅生活係還可以嘅。有一次我嘅母親就話：以前買樓先幾廿萬，咁我就問翻佢：咁你以前又唔買？佢個答案就係要養大你哋幾隻嘢啊嘛。好啦，我又認識一位同我父母同輩，都係藍領階層嘅阿姨。不但嗰位阿姨都係有生育子女，而且老公因為健康問題都比較早退休，但係佢就係買到樓。雖然係土瓜灣啲細冧心嘅單棟式物業，但係佢早就已經敷飛咗啦。當時佢都係咁樣捱過嚟，開頭嗰陣時仲要做成2-3份工去捱到而家上岸。而家樓價跌完之後，層樓仲市值幾百萬。我又問佢：你做咩當時會揀買樓嘅？佢個答案就係話：唔使住啊，唔買咪又係要租。呢個就係最傳統，過咗幾十年，係一個比較大年齡階層嘅人，佢哋年輕時候對買樓嘅睇法。之後我再同大家分享下，大概60後嘅尾到70後，當年買樓又係有乜選擇？呢個年齡階層嘅人就好特別，因為佢哋後生嘅時候係經歷過97嘅樓價大跌，同埋09年後嘅樓市長期牛市，同時佢哋依家都即將步入退休階段，樓價先開始跌。如果當年住緊公屋嘅，應該都唔會好關事。其實都會同我嘅父母差唔多，喺呢度我都唔再重複啦。但係假如佢哋當年有參加過97嘅瘋狂樓市就唔同講法，因為當年可以成家人夾錢加埋一齊去玩摩貨、玩炒樓，仲可以同一個人喺唔同銀行借按揭，令樓價遠遠脫離咗基本面，最後先迎嚟大跌，係基於嗰時嘅估值過高先可以有咁大嘅跌幅。而當年損手爛腳嘅人係十分之多，但同一批人就要面對之後多年嘅樓市長期牛市。呢個年齡層嘅人好多喺97年之後都怕咗樓市，因為佢哋經歷過大跌，所以喺呢度就會分咗兩批人出嚟。第一批人會認為樓價上升只係未來樓價下跌嘅禍根，佢哋嘅人生面對咗10幾年嘅長期牛市都唔會咁去買樓，亦一直會認為樓價會大跌，因為佢哋根本唔知咩係叫基本面。有一位唱淡咗10幾年嘅教授，同呢類人講嘅説話係好相似，我都唔知佢係咪呢一個年齡階層嘅人，不過睇落佢個樣係有啲相似嘅。而第二批人同啱啱嗰位阿姨嘅睇法都好相似，就係即使蝕個錢都好，因為佢哋認為都係要住，最後認賠咗之前嘅損失之後買翻樓，最後反而食到之後10幾年嘅長期牛市。咁嚟到依家嘅90後年齡階層，其實買唔買到樓已經好分明。好似我啱啱咁講，你決定咗你提高收入去買樓，定係維持低收入去排公屋，就已經分開咗做兩類人。而家已經供平個租，即係你儲到首期嘅話，已經可以供款平過租金，而且供款入面仲要包含埋還款本金，所以我亦見唔到有現金流上面嘅優勢。一般記者分享買唔到樓嘅年輕人，佢哋都係唔會講自己嘅問題，但我可以喺度盡責咁話俾你哋聽，我哋呢個年代係發生緊啲乜嘢事。好似我買樓之前咁，身邊得萬幾蚊人工嘅年輕同事為數唔少，
但佢哋一講到居住嘅問題，佢哋第一句就會講好貴買唔起，係從來唔會思考去點樣去買樓。但係佢哋又唔會去提升自己嘅收入，同時佢哋嘅生活都係比較寫意。以佢哋咁嘅收入可以日日出去食飯，一年去幾次旅行，但佢哋個收入係得咁多啦，你就知道佢哋可以有幾多儲蓄。以佢哋嘅心態放喺邊個年代都好啦，買樓都係一樣咁難。不過個問題都係始於社會係唔會教佢哋點樣去買樓同埋衡量價值。喺10多年嚟嘅樓市長期牛市入面，亦俾媒體渲染咗做買樓係好難，呢個先係年輕人買唔到樓嘅核心問題。因為社會係鼓吹低收入嘅年輕人要保持消費，同埋唔好提升收入去排公屋。啱咪我就唔似我啲教授咁有豐厚嘅學歷，但係我就係實際上同莎莎兩個人靠自己去儲錢，幾年之內就可以買樓上車嘅人。而且當時我哋嘅人工加埋係3萬蚊都冇，亦低過入息中位數成節一樣買到樓。原因只係因為我哋知道自己收入低過人，我哋必須去靠更加大嘅努力先可以達成我哋嘅目標。所以你見到我喺 YouTube 會分享到比較多嘅投資知識，因為要用投資者嘅思維先可以喺咁嘅收入之下戰勝一啲收入比自己更加高嘅人，去賺更加多嘅錢同埋買樓，而唔係覺得樓價係有問題，係個社會有問題。但而家最可笑嘅係，而家連大學教授都叫你去排公屋，咁啲大學生俾學費嚟養呢位高薪厚職嘅教授嚟做乜嘢呢？排公屋要限制收入嘅喎，咁啲大學生仲需唔需要跟佢讀書呢？再唔係就叫你等樓市跌多好多先好去買樓，即係叫你守株待兔，不勞而獲。假若市場嘅方向唔係如佢嘅想法咁樣，佢哋又有啲乜嘢部署呢？不過唔知各位觀眾有冇睇過《富爸爸窮爸爸》呢本書？好好笑地，嗰本書入面嘅窮爸爸亦係一位教師，甚至係教育部長，亦好中意爭取一啲付出更加低，但係又希望有更加高收入嘅結果。當然最後喺補償法則之下，佢最後都係冇辦法成功。最後窮爸爸嘅下場，你都可以睇翻嗰本書去了解更加多。喺度我就唔再評論啦。其實大家知唔知政府已經幫大家掃除咗上車嘅最大障礙，就係印花稅。其實政府喺高位度而家已經2度調整咗印花稅，配合樓價下跌之下，上車嘅首期已經大大咁減少咗。喺度我又用第一城做例子，喺21年高位嘅時候，第一城成500幾600萬，借9成都要拎70幾到80幾萬先可以成功上車。但係而家第一城400幾萬就有交易啦，即係而家借9成上車已經係用40幾萬就做到幾年前用80幾萬先做到嘅事，平咗近一半。但係而家成個香港其實仲有更加多更加平嘅單位係可以享受到呢個平價印花稅。喺度我就唔慢慢介紹啦，詳細要點部署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呢條片。如果你係30至35歲嘅年輕人，又覺得買樓去組織家庭係好難嘅話，你要好好思考一下，點解2個人出嚟做嘢都唔係短時間，但係加埋40幾萬都冇？究竟係收入問題定係支出嘅問題？畢竟機會只係會留俾有準備嘅人。點解又唔諗下樓市高位嘅時候，點解會有人買到樓？不過冇都唔緊要，未來政府都會加翻居屋嘅供應，可以由公屋換上居屋，再換上私樓。已經比以前嘅情況有所改善，或者你都可以相信啲專家，叫你再等跌多一半先好買私樓。到時第一城嘅上車資金只係23萬左右，係連一個入息中位數嘅人年薪都冇。如果假設租金未來冇升跌，息率亦唔變嘅話，代表你拎23萬首期，一年供款只需要99,000蚊就可以買到一個年租近17萬嘅第一城單位。不過你又覺得有冇可能呢？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事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呢2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